俺老太太送给我一块黑不溜秋的东西。哦，她从小是一个哑巴，你看这值不值200块钱？这个东西这外观看着确实不咋地，看上去黑不溜秋的，又有点泛黄，这拖上去沉甸甸的比较沉，我看绝对不是一般的东西。为啥说值不值200？因为我今天去看望老太太的时候就花了200块钱，我也没想到她会送给我这个。突发奇想来问问价。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吧，你这200块钱啊，是你这辈子花的最值的一次钱。一般尊老爱幼啊都有福报，别看那老太太她不会说话，这送你这个东西可有分量了。这要我看的话，我看它就是一个金块啊。金块？对，可别吓唬我了。没吓唬你。这么大一个金块，恐怕得有半斤8两吧？这一下子得值好几万吧？几万还真下不来。你算一下，现在黄金多少钱一颗？大盘价500多一颗了，我这拖着得半斤以上了。你看现在的市场价算的话，10几万还是有的。但是我看你这个应该是过去的古董啊，那这价格就更高了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也有可能。我老太太她过去是我太爷家的童养媳，之前怕充公，可能放到现在。那也有可能。那过去破四旧的时候，但凡家里边是地主，那时候成分都不好，家里边的银元、银锭、黄金都得上交。当然，以前也有很多这个耍聪明的，在批斗之前都会把家里边值钱的东西藏起来。我看你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过去藏下来的。我只是听我爷讲过，那时候小时候家里面好像有很多银元都融成疙瘩了，最后也没卖上钱。那实在是太可惜了，因为银元好歹它是流通货币，一旦被融化之后啊，就变成含银量89%的废银子了。因为银元是9银1铜的含银量，你遭到破坏，那肯定是没有了收藏价值。我觉得你这个金块啊，很有可能是过去的小黄鱼融成的。小黄鱼？对。我同学家里面好像有几个，据说一根几十万呀。那我这一块恐怕不便宜吧？小黄鱼是1两重的金条，一根小黄鱼值不了几十万的价值。你说的几十万应该是那种大黄鱼，一根大黄鱼是300多克的重量，但是你这个重量达不到大黄鱼的标准，比大黄鱼要轻很多。刚才我都跟你说了，好好的银元毁坏啊，它就是一堆废银子，因为银元一块完整的那都得上千好几千。同等重量的废银子也就100-200块钱的样子呗，而你这个金块也一样，你看它这个造型，我看这啥都不像，上面两面都没有落款，即使它是一根大黄鱼融成的，那现在也只能按金价来算了，一根大黄鱼现在市场价20万左右，你看金价，这个金块肯定达不到大黄鱼的收藏价。另外我不知道这金块外边这黑不溜秋的这是啥，但是我看着这含金量绝对没问题。你看有些地方它不然不会有这么亮，这很有可能这金块之前垒灶台前了，因为过去没有保险柜，贵重的东西要么埋起来，要么垒灶台上面。那很有可能是垒灶台上了。你看这外边的颜色，这就像熏上去的。因为过去的黄金啊，含金量都是在998左右。第一个不存在大范围的氧化变色，第二个更生不出来这种黑不溜秋的东西。大概金块来龙去脉，那应该就是这个样子。只要值钱就行。我的预期其实并不高，就花了200块钱而已。那是。真没想到能得到那么贵重的东西。那你这叫做福报。再一个，那老太太也是真给你亲。你想想啊，这10几万的东西说送给你就送给你了，花了200块钱，你这是几百倍的回报率了。你现实生活当中，你要想挣10几万呗，恐怕得付出很多倍的努力。这个金锭，反正我个人看含金量还可以。这个虽然说不是过去的古董，但是你这留手里边，以后缺钱的时候啊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啊都可以按金价去变现换钱。好，还抓紧来吧，给我改天再多去陪陪俺老太太。对，快100岁了，谢谢你了啊！不客气。这是去年俺男友送给我的一块银元，当然这个银元上面脏兮兮的，这我经过那些水洗壁，给它洗干净了。你还真别说，你这洗的确实挺好，壁面最起码没有腐蚀和损伤，而且还是一块样壁。这个是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的戎装像。具体是什么样的银元，我当时也看不清楚。他送给我，让我去给俺妈加工一只银手镯。用这加工岂不是太亏了？那你像我们老年人啊，还有刚出生的宝宝，那大多数戴的都是用银元加工的银手镯。以前啊，银元比较便宜，你像普通的元大豆才几十块钱一个，所以家里边有银元的也卖不上啥价格。
你花100多去买个新的，对吧？比那划算。关键是你这个张作霖的大元帅不简单啊！我知道不简单，我在网上已经找专家第一时间看过了，他们给我报100万，愿意用现金购买。100万，这种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只给100万，这价钱能跌破人的眼镜。你像历届的拍卖会，像这种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都没下过1000万，这只给你100万的专家，你说他说的话靠谱吗？更何况你这一点损伤都没有啊！所以我也正纳闷，他给的价格有点低。我问他理由，他说是我吸的了，吸下能损失9%的价钱吗？那按理说肯定不会损失那么多钱啊。都知道清洗银元啊，它是折价的。你搁平时洗不好的话，那壁面带滑丝，要么有腐蚀，或者是包浆后的话，难免洗出来带戳了、带伤了，那肯定要折大价钱，但是不至于折9%的价格。我感觉你们这里面肯定有套路，所以过来咨询一下你。如果你方便讲的话，可以跟我说一下。那这能有啥套路啊？一般像普通的银元，你要是想卖个好价格，基本上都去评级入盒拨分，只要能入盒给分的话，那就是分越高，价值也就越高。算了，我对评级之类的也不太懂，万一给他们寄过去之后，再把我的银元给换成假的了，那不就完蛋？你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无论任何一家评级公司，他们只负责给你鉴定真假，根据你的银元啊，它是相应的价值，收取一定的鉴定费，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偷梁换柱啊。越大的评级公司看重的名誉也就越重。就你拿了这个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来说，你看这是15年的戎装项，存世量相对来说是最少的，相比其他年份啊，它这个价格也是越高的。基本上像这种样币啊，不存在流通，更不存在像你说的包浆厚之类的。那即使过去壁面带那种罐装铝锈，无论你怎么洗，也洗不成这个样子。你这个壁面细看的话，非但上面没有包浆发黑的呀，这都是很浮的一层浅包浆而已。看一下它的边齿，你看你这个边齿，这个压力太软，太过于整体化，银子倒是银子，但是不牢。现在的仿币真银假币200块钱一大管吧。对，你别给我添堵了，光买这洗银子的水都花好几百了，又给别人500块钱鉴定费，这都花1000多了。你这花1000多还算少了，有些人啊，他轻易相信网上专家的话，花几千几万的都有。这里边能说明啥？用一句话概括啊，就是想逆天改命，通过这个银元想发大财。他们正是看准了你这种心态，所以啊，他们只赚取你的这个鉴定费。刚才像你说的仿嘞，对，我男友他家好像没有这个实力吧，他也就是一个送快递的，这银元是别人不要的。那就对了。你想想，别人都不要的东西，咋可能会是真的呢？所以我这鉴定结果是对的。像这种银元啊，应该是别人不要了，或者是发错货了，被那男友捡了个大便宜。我建议你啊，千万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专家乱报价。至于真实的价值啊，你要是不相信我给你估了，你可以去那个实体店多去问问，多转转。那算了，我感觉你也不识货，还是我去找别人。那好吧。俺家传一个金锭，一个银锭。我对这些东西啊也是一窍不通，你帮我看看究竟是哪一个贵？我给你说句公道话吧，如果你这两个金银锭都是老的话啊，肯定是这个金锭会贵一点，因为相比这个银锭啊，金锭的存世量更少一些。只可惜你这个金锭咋能亮啊？我感觉也是金锭贵啊。我去今天找专业的师傅帮我抛光打蜡了，这明晃晃的看着不是更舒服吗？说实话，一般像这种古董玩的就是一个老气，你这又抛光又打蜡，这很明显对它形成了破坏。你看你这个50两的银锭，你看这定面包浆，这马顶的时候五彩的，如果你拿去清洗之后啊，恐怕最低得损失1万把块钱，轻轻松松的。你这不会是事后诸葛亮吧？不会。我现在也都洗了了，这再恢复原来的，恐怕也弄不成事了。好在你这个金锭啊，也不需要恢复。从你这个造型上来看，过去的金锭也没有你这个器型了，尤其是它上面的字口，你这看一下，这分明就是电脑体。你仔细和你这个银锭，你看它上面的字口，你可以对比一下，完全是两码事。这个金锭搁哪来的？这个金锭也算是俺家传下来的吧？10年前啊，俺爸买别人了。也是正儿八经，人家祖传下来的，祖传几代人了。别人家祖传几代人的东西。对，
究竟老不老？你这不能一味的光听别人说，具体还得看实物。那幸亏你几个拿过来让我看看，我这肯定能告诉你啊，你这个金锭它并不老啊。当时买的时候啊，都是看它上面标注的不是有字儿吗？对，这字儿具体是啥字儿，我也看不懂。你看不懂，我可以帮你看。这4个字你看一下，平安喜乐，字体它类型我不是太懂，但是可以看出来是电脑体，因为过去像金银锭落款，它都应该是人工占刻的。你看，所以字体不对。你看你这个银锭，你看字体多漂亮，这一看就是过去了。这只能是现在的金价而已。金价？对，那也就200多克吧。那这个银锭呢？这个可30斤重啊，应该也卖不了多少钱吧？那你要按银子算的话，那确实值不了多少钱，3斤8两也就1万多块钱的样子。但是你这个银锭保存的品相各方面是非常好啊，尤其是它这个字口，这都是全身的，但凡带县名的，这都是官锭。这字口的官锭它可便宜不了，一般锭子字口啊都没这么清晰。另外就是锭子的包浆也很漂亮，这种包浆可是正儿八经的老五彩，绝对是可遇不可求，可谓是味道十足。一般锭子都是看字口跟包浆，再加上你这个锭子是属于小巧玲珑型的，包括它侧面，你看这都没有钢戳，整体味道非常漂亮。目前卖的话，就这一个银锭17万以上。咦，我真不知道管这么些嘞。说实话，我打心眼的认为啊，还是那个金锭更贵。那你这按常理来讲的话，确实是金锭更胜一筹，因为在过去它这个黄金啊，它无大锭，而这种50两的银锭，虽然说它个头比较大，但是纯质量还是有的。你相比金锭，那确实是多，但无奈你这个金锭啊，它并不老。通过这上面的字体看着，它就是现代的东西，所以说不能相提并论。幸亏找你这专业的鉴定人不鉴定还真不知道。那是这一鉴定啊，我才知道。我知道咋办了。等明天啊，俺分家的时候，我都要那个银锭。对，从价值上来说，这个银锭啊，还是比你这个200多克的黄金贵。不过现在金价也不便宜啊，你这200多克的黄金的话，恐怕也得个10来万块钱。具体到时候怎么分，到时候咱再坐一起商量商量呗，那别让家人吃亏不就行了吗？那是嘞，是吧？肉烂了在锅里面嘞，对，一家人也吃不了啥亏。对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啊！没事。哎呀，我前天去扒房子呢，扒那老房子，从那老房子，房子里就扒出来个砖头，黑砖头。你要说砖头了，这不像砖头。那你这绝对不是砖头啊，砖头可没有这种造型了呀。块头砖头也没这么重，这么大的个恐怕得有3、4斤吧。我拿家一称，快10斤了。你看看这上面还有字儿，因为我还没学嘛。我就是不知道上面写的啥东西，乱七八糟的。这上面写的啥字，这一时半会儿还真看不清楚。不过中间你看写的这3个50两，倒是清晰可见。你这上面这都是过去人工錾刻上去的字，从器型上来分辨，中间窄，两头宽，这就是过去的银锭，外边发黑啊，这是它的包浆。你看这个地方高低不平了，这是它的蜂窝。你这一次赚大了，你这不费吹灰之力，到手一块50两的银锭。都因为这个事儿，我失业了包头知道我捡了个宝贝，他让我分给他一半。你看看从中间，咋地锯开吧？咋地锯开？你别开国际玩笑了，这好好的东西从中间锯开就废了。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事，有很多人不懂过去的古董，因为一时的这个意气用事，头脑一热，从中间锯开分了，结果现在也就卖一个银价，银子便宜了不得了啊！本来说实话吧，我也不想锯关键是我要把它，我要它一点啥用都没有。正好俺媳妇成天给我闹着，她要银手镯的。想着锯开，给她加工一点，组织带那么。你这种想法是典型的不会算账啊！现在银手镯款式好看，还便宜的不得了。你跟恁媳妇去金店买几对也花不了几个钱，你锯开去加工，款式做出来不好看是一，另外你还得给人家加工费，那你说你这图的啥呀？俺媳妇说了咱自己加工的好。因为过去的银子买不来，
里面都含的有金，对人带了身体健康好。那媳妇儿这天真说这些话，很明显就是她不懂，大多数都是道听途说。过去的银子咋可能含有黄金？过去的炼金术很发达，金银分离，它早不是啥难事了。过去的银子买不来，是因为古董贵，谁会傻到古董用古董去加工银手镯呢？我也知道过去的银子纯不纯啊。昨天我用那个用这家用这个砸核桃，它比铁都能加工，你自己看看，别人弄假了，别弄过来是假的100%不会假的。之所以你可以用来砸核桃，是因为它这个银锭块头大。你像过去汉代的炼金炼银它都比较成熟，金银分离那时候都是小菜一碟的。毫不夸张来说，你这个银锭含银量在98%以上，完全没啥问题。现在相比这4个9的朱银稍微次一点。再说这种1000多年前的东西谁也不会傻到当银子去卖，当废银子那都是没办法的，残次品有毛病之类的。而你这个你看天然的纯黑色大老黑包浆，这在包浆里边这是数1数2的状态。定型你看除了稍微有一点流通痕迹之外，其他我没看到有啥毛病。这个质口还是很清晰的，因为包浆它给覆盖住了，你不用清理，就这种自然状态就行了。那你依我看的话，目前来卖个5、6万完全没啥问题啊。怪不得嘞，这点东西快顶5、6万。对啊，真是令我没想到啊。我给你讲，找个铁刷子再刷刷，是不是能还多卖点钱呢？你可拉倒吧。你这个50两的银锭之所以能卖几万块钱，完全是因为它这个品相没遭到破坏。你如果用铁刷子刷，那肯定刷的全是擦丝。不懂行的话，最好还是保持原状态，不改变现状，就是对它最好的保护。你给的是不是手段？你说是汉人的东西，咋的做也不顶个几百万呢？是不是？你说咱那个城市小那你是乱砍我的价了？你有这种想法是人之常情，我今天只是给你做一个价格参考，你感觉不合适，你再问问别人。现实生活当中都是心比天高，结果都是事与愿违。你现在银锭价格比较透明，反正你这也没什么大成本，我建议你去多找别人打价格，做到心里边有数就行了。给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感觉还是比较实在这就给你6元多算，给我6元给你6元算。哦，那行，那我给你多算算。好，中。没想到我收个破烂能发大财，5000回收6块稀世珍宝银元，这一下子能卖350万。我看你这6块银元都比较常见，里边有一块龙阳，应该是有利润的。350万有点太夸张了，我让你瞅瞅。你别连看都没看你就下结论我这几块银元都是大有来历，全是稀制品样。品相的话，这很一般吧。6块银元这种类倒是挺多的，里边最值钱的就是这个江南甲辰龙，只可惜这个品相一般般。还有就是里边还有一块四川大汉，这是四川的军阀币，币面状态多少带点彩。剩下的这个袁大头和战样其实价位是一样的，只需要看清楚里边是否带版就行了。我感觉你可以小赚一笔。什么叫小赚一笔呀？我这350万的价格，别人都已经给我定5个价了。我这年纪轻轻就可以提前退休了。350万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确实不少了，但是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骗局，专门给你估高价，你可别信以为真，因为你这都是常见的币种。如果真值几百万，别人不可能5000便宜卖给你卖给我的都是农村人，老两口70多岁了，他们什么都不懂，给我要8000，我给他砍价砍到5000。你这什么都不懂，5000买了幸亏不假，你都不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掏钱买到假币的，连真假都看不懂。要8000，说明这老两口他也懂行情。你看到5000那很有可能他们急用钱。咱俩别在这磨叽了，在350万的基础上，我再给你优惠50万，300万不能少了。你看咱俩说半天了，其实这个价格差距挺大的。如果真值350万，你也不用一下子吐露下来那么多。确实这都是常见的币种，我看你应该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银元，不然不会天真的认为这6块一下子能卖350多万。我确实是第一次接触银元，但我也不傻。这个账我还是会算的，6块一起，你给报个价吧。不过你这个运气挺好的，第一你没有买到假币，而且从中还能挣到钱，这已经非常难得了。
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那个乱报价了，就拿你这个江南嘉诚来说吧，你看你这个江南嘉诚啊，当时他给你报多少钱？龙阳100万一个，其他的50万。100万，最贵的江南嘉诚，说实话给你报100万，这太吓人了。最贵的江南老龙啊，品相这个样子，它也上不了100万。哎，而你这个江南嘉诚，它是江南系列里边发行量最多的，就你这个品相也算是通货状态吧。另外，刚才这里边有个四川大汉，其实这个大汉啊和袁大头的价位其实现在都相当了，好在你这个笔面多少带点彩，只能说比剩下的这4块，哎，多卖点钱。哎，刚才我说过啊，就是你这4块价位一样，但是在我看的过程当中，发现你这个3年的袁大头，它还是一块带板的。这个3年它是不是一般的3年？袁大头里边你看一下，它这个夹盒这个地方带了一个欧，这个是欧版，典型的欧版。细看啊，你看还有发丝，只不过包浆盖住了。另外这3块啊，这都是通过大头占着了，7块综合加在一起也就7000多块钱。听你的意思，6块加在一起7000多。对，人家给我350万，你看了半天，你想黑我的东西啊？你想多了，现在是买卖自由，谁也不会给你强买强卖。350万比着7000多，它就不是一个概念。更何况现在做生意都这么卷，不可能一下子说那么多价。刚才我也是给你提醒你，这个估高价它其实就是一个骗局。人家啥也没有骗我。那天给我讲解。交给他们1000块钱的定金。以后帮我卖了，到时候还给我。帮你卖了再还给你。关键是定350万的高价，猴年马月给你卖不了啊。倒是你那个1000块钱可能要打水漂了。钱虽然说不多，但是讽刺性挺强的。1000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。我建议啊，你去实体店多问问价吧。我也不问了。你这报价太低了。我还是去找那个高手去卖。那好吧。8000买了一块银元宝，这一次不知道能赚多少钱。我个人感觉应该能赚个10万8万来。我看你这个银元宝啊，光度不错，8000买的啊，确实捡个大漏。你这是胸有成竹，势在必得啊！我先瞅瞅。主要是俺朋友啊，他啥都不懂啊，我也就是用1瓶好酒，另外加一桌子好菜，就给他忽悠过来了。那你这一顿酒肉确实超值啊！我看你这还不是一般的上定了，你看定子上面的落款，光绪年月，规划城，李真，这是典型的官定，字口犀利，包浆也漂亮，这是属于远光带五彩。说实话，这种定子我是第一次遇到，金彩挂面，而且它这个定型啊也是非常完美无错。看看蜂窝，这也是金珠挂底啊。8000卖给你，那这朋友确实不懂啊。因为我天天看你的视频啊，所以我多少懂点。我朋友彻底是一点都不懂啊。今天他老丈人才送给他儿子的。老丈人送给外甥这50两的银锭，这绝对是真爱，这可比给多少钱强多了。但是我不质疑你捡大漏，关键是那朋友卖了，他给他朋友他给他媳妇儿咋交差？万一被他老丈人知道了。你这可给那朋友找个事儿啊？找个事儿肯定是不可能的。我今天拿过来卖了，直接一了百了。以后他再找事儿，也跟我没有1分钱的关系。你这种思维不行，朋友一场，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。你要是给人家出个差不多的价钱也行啊，你就单给了8000块钱，再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这连卖破烂的价钱都不够。人家现在1颗7块多，1800多颗卖破烂，这也得1、2万了。你说这话就不负责任了。我这喝1瓶酒，几包烟，然后又一桌子菜，那都是要钱的。我知道要钱，关键是1瓶酒、几包烟、一桌子菜，也花不了多少啊。朋友之间正常聚会吃饭，这谁付钱都无所谓。关键是你这里边挣的太多了，万一追究起来，这可真不合适啊。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。我这人做事很有原则。以后有钱了，大不了再请他一吃顿饭就行了。你这张口闭口就是吃顿饭真花不了多少钱。朋友之间绝对不能玩心眼儿，你不然的话，你的路他会越走越窄。8000，你要是放20年前买这么大一个50两，情有可原，因为以前银锭便宜，而你这个锭子各方面都很优秀。首先，官锭比较少见。
常见的咱都是上顶，关键是你这个管顶品相都好，尤其是它的支口，你看一下这支口全身大，就像才打上去似的，说明啊它没有怎么磨损。还有啊就是它的包浆，它不只是带五彩，而且它还带底光，这种底光清晰可见，并且整个钉子面都没有戳记，大多数钉子上带的都有戳，定型你看一下也是非常周正，属于山西包。它这山西包其实就是好看，包括底部的蜂窝金珠挂底，就冲你这个品相没有17、18万，现在你也买不来啊。价格确实可观。我的理想价位啊，15万就够了。哦，没想到又多卖3万，太漂亮了。那你这确实是大赚特赚，但是恁朋友那边他损失就大了。如果他是一个人孤家寡人，他不知道行情也就算了，但是这是他老丈人送给外甥的，到时候对吧，难免有家庭聚会，他难免不会谈及到此事。万一他老丈人知道8000便宜卖了，那朋友肯定过来找你啊。那还不简单吗？我回去就把我朋友拉黑。大不了以后不联系不玩了，对不对？卖给你吧。你这个银锭确实不赖，但是我确实要不了，我感觉你们俩日后肯定是有纠纷的。如果你真想卖的话，你再补给恁朋友10几万块钱，你多少从中间赚点，让恁朋友别因为这个和家里边人生气。毕竟啊，恁朋友一场也不容易，你也得为恁朋友处身积虑的站在他的角度，你替他考虑考虑。你这啥还不是啊？我这么好的东西卖给你，我来卖给你，又不是偷又不是抢来，我正常交易。你不敢买，我找人家。那要不了，要不了。俺婆婆送给我一块破银元，上面发黑发黄的，这粘的是不是粑呀？有点反胃呀。这又不是吃了，你反啥胃啊？你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？这上面咋管是粑嘞？这是泛黄发黑啊，这是它的包浆。你这个银元币种不错，这是招币中长龙。我不管它是什么龙什么凤的，我就想尽快的从我手里面拿走，反正也不是啥好东西。你看值不值200？200肯定值啊！你就是随便现在砍个收破烂的，你这银子也能卖个200块钱啊！更何况我看你这壁面无伤无戳，而且还是一枚老味道，你搁平时还真不好找。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边啊，大多数都是那种冤大头，你反胃是因为你不喜欢。这个造种品相确实不错，一眼大开门。只要是真的就行。正好我朋友的孩子明年开办升学宴嘞，我拿这个当贺礼送给他，正好可以值200块钱的生鱼片。你看我刚才给你讲那么多，你这全部当耳旁风了。朋友之间这个礼尚往来啊，属于正常事，但是你这也不至于为了这200块钱拿婆婆送给你的银元当贺礼啊。这如果让恁婆婆知道了，你说她该有多生气吧？她生气都不重要了，关键是我觉得开心就行。既然银元都给我了，我再做不了主，这成何体统啊？那按理说这个银元送给你了，那都是你的，关键是你对银元的价值丝毫不懂啊，咱俩所表达的意思都不一样。我是在跟你讲银元的价值，而你一直在表达自己的心情。你把银元送出去了，当然你有这个权利，可经济上你这可损失惨重啊。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我以前用银元加工的手镯，我去卖，人家都不要，说银子不纯，我都扔了。那再不值钱也不至于扔了啊，那好歹20多克银子呀。这个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，89%的含银。那确实加工出来的手镯啊，它容易发黑变硬，那卖不上价钱也是有原因的。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以前银子便宜，和你这个造种啊，有天壤之别。纵使你说的天花乱坠，你也改不了它银子的本质。我知道现在银子比之前贵点，但是还是不值钱。那咱俩说的就不在一个话题。你这个银元啊，你一旦毁坏，其实它就是一堆废银子。像别人说的那样，那银子确实不纯，市面上对吧？那4个9的铢银，也不贵，才几块钱一颗。你说谁会要这种废银子嘞？而你这个银元就不一样了，首先它没有损坏。没有损坏的银元，它现在就是无机文物。由于它这个存世量在这放上来，都知道这个招币中长龙啊，是光绪年那个时候发行的，是最少发行的银元，发行量是最少的银元。现在排行在龙阳3000个之首，是所有收藏必玩的一个币种，用供不应求来形容呢，一点都不为过，典型的最受欢迎的银元之一。再说你这个品相又不差，壁面你看无伤无戳，这就说明啊，它保存的非常完好。况且又是老包浆，
赵总看鼻子，你看他的鼻子包括龙鳞各方面还都不错，现在少说啊也能卖个1万出头吧。多少啊？能卖1万多？对，我婆婆竟然不告诉我价值，差点让我当破烂送人，万一送了这损失就大了。有可能恁婆婆也不知道这个价值，这些银元像我们普通人啊，他懂得太少了，因为他是看品相和状态给钱了。你拿一个带伤带戳来，那品相差来，对吧？肯定上不了万啊。你这个品相好，对吧？你有些这品相更好嘞，在1万以上，这都有可能。这我哪懂这些？想着银子便宜，以为不值钱嘞，谁知道这里面会有这么多区别？对，主要是这个裸币啊，看状态说价钱。你要是盒子币的话，大多数都会有一个价格参考。你这个不管咋说吧，你这拿出来估价，对你来说没啥坏处。这既知道婆婆对你是真好，又知道她的价值了，算是一箭3雕，造种不错。你这以后缺钱了，都可以随时拿出来变现换钱花。是嘞，你说的太好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给还拿回去吧。哎，我这个女婿啊，我对她太失望了。咋了？我过70大头的时候，她说我外国货，这不值钱，我要干啥？咋会不值钱嘞？你这个是31.5克的1两长条金锭，在我们行内俗称小黄鱼，这可不是什么外国货，这是正儿八经地地道道的中国东西。少唬我不是这啊！是不是俺我有语我能看出来？这名上明明写的就是英文，这不外国货就是啥？这盒子上标注的确实是英文，这我得给你解释一下。这个盒子币啊，是美国 PCGS 的评级公司，评级公司是美国的，但是里边装的这个1两小黄鱼，它确确实实是咱中国铸造的。你看这盒子上面标注的有它的年份，1949到1951，这是1949年前后生产的，正儿八经中央造币厂铸造的金条。俺女婿也告诉我，这是1两的金条。但是我朋友又称了，2万的盒子加在一起才1两重。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有误会在里面。检验小黄鱼的真假啊，并不是单纯的依靠重量来确认的，你要打开官网，仔细对比它的细节。你看过去1两啊，它是31.5克左右，现在的1两是50克，本身两者计重单位它都不一样，再加上你这称啊，应该是有误差。咋可能是有误差嘞？俺朋友他家是卖菜的，在他车上显示的就是1两多一点，1两多一点就对了。本身1两的长条它就31.5克了，你看这上面标注了有它的重量，再加上外边的这个盒子，这也得有30多克啊。本身称黄金啊，就得用电子秤，精确度高。你用买菜的秤，算是杀鸡用牛刀了，所以这里边有误会。我觉得没有什么误会啊！俺朋友呢，经常玩那个铜钱，他最多给我500，这是啥黄金呢？你这肯定是过去的古董黄金啊！那朋友只给你500，那只能说明他不识货。一般往铜钱里边，他手里边都没啥钱。你想想，一个铜钱才几块钱，贵一点的几十几百，他给你出500啊，这也说明不了啥。我看现在有什么鸡毛人，这该不是鸡毛人吧？我的朋友不会一般不会给我乱出价。恁朋友不会给你乱出价，相比恁女婿更不会骗你啊！你这个朋友要么是真不懂，要么就是想忽悠你，也只有这2种可能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是金包银，因为金银的比重不一样，就像这么大尺寸的，对吧？它不可能是银子，即使是银子，它也不可能有31.5克重的重量。所以不是什么金包银。还有分辨过去的古董啊，唯一的参考标准就是它的字口，因为过去的书写字体啊和现在的区别很大。你看橙色4两这4个字，很明显和现在的这个书写字体都不一样，包括上面的阿拉伯数字的大小位置，你这都可以在官网上查询得到，仔细的区分出真假。你这个小黄鱼啊，评级分数你看给到了 MS61分，上面的字口包括背面的，你看一下它这个长布图，都很完整，确实能达到微流通的状态。依我看啊，没有一个2万5、6，你这还真买不到啊。啥是2万5、6？这价格你怎么衡量过来的？黄金1克不现在不是300吗？你别忽悠我啊！我不忽悠你，我忽悠你干啥？黄金30百1克啊，那都是2、3年前的价格了。现在市面上的黄金都5、6001克了。
再说你这是过去的古董1两的小黄鱼，肯定不能按现在的黄金算啊，这里边啊多少它是有一点古董价值的。照你这样说的话，我的女婿对我还不赖啊，可惜我昨天打电话骂了几句，这办事办得有点鲁莽了。那你确实是办了鲁莽了，在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，你这发表发的有点早了。不要一会的听信恁朋友乱估价，因为他啥都不懂，说不定给你报无关啊。恁朋友想捡你这个漏嘞，你这也不能白白的冤枉那女婿。现在这个小黄鱼啊，这一下子值2万多了，你这得抓紧时间给他赔礼道歉，不然以后恁咋见面？你说的对啊！现在我回去给他道歉去，不能出卖孩子。好，给，还拿着。